准备好了吗？ Let's go！ 婴儿转运站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最新影片，也是他拍摄的第一部韩国电影，在戛纳影展上获得相当高的评价，并帮助韩国影星宋康昊摘得最佳男演员桂冠。但以豆瓣为主的观众评分却低于是枝裕和的其他作品，这引发了我的好奇。婴儿转运站当然仍旧是一部典型的是枝裕和风格的影片，细腻温柔，富有同情心，在他的美学世界里拥有几乎无可挑剔的技巧。或许在这个视频的最后，我们可以一同做出一个更加公允的结论。婴儿保护舱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目的是为预防父母因不想抚养而遗弃或杀害婴儿。在韩国2009年首次出现教会设置的婴儿保护舱。2012年韩国国会修改收养特别法，规定放弃抚养权的父母必须实名登记，法院才可授权为孩子寻找收养家庭。这让许多不愿暴露身份的未婚父母更倾向选择遗弃婴儿。加之韩国对收养家庭条件十分苛责，程序繁琐，因此婴儿保护舱的案例逐年攀升。2019年韩国国会又修正了实施数年的堕胎禁令，这让意外怀孕生子的状况大幅减少，然而又引发了新的争议。就像在影片中当下顶流明星李智恩扮演的单身母亲所说，生之前杀死孩子难道比生之后抛弃孩子更高尚吗？当美国最高法院将堕胎是否合法的决定权归还给各州自己裁决的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韩国是枝裕和用他早已被世界熟识的独特的电影语言为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影片从韩国釜山一所教堂的婴儿保护舱展开，无力抚养新生儿的父母可以匿名将孩子安全地留在那里。李智恩扮演的单亲妈妈素英就是其中之一，而宋康昊扮演的男主向炫和教会里的一名兼职人员一起将这个婴儿偷偷带出教会，准备将其转卖给特定的顾客。然而素英很快便后悔，返回教会想取回孩子，这让向炫的计划几乎败露。不过得知转卖婴儿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中介费，素英也加入了这个小团伙，一行4人开着摇摇晃晃的面包车为他的孩子寻找新家。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都在裴斗娜扮演的女警秀珍和她的搭档的监视下。2名警察一路追踪，试图在这伙人进行交易时实施逮捕。这部影片与戛纳影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枝裕和2018年凭借《小偷家族》荣膺金棕榈奖，而早在2004年他拍摄的《无人知晓》就让男主角柳乐优弥成为戛纳电影史上最年轻影帝。这次的婴儿转运站又成就了韩国影星宋康昊夺得最佳男演员。更巧合的是，后者还刚刚参演韩国导演奉俊昊于2019年获得金棕榈奖的影片《寄生虫》。此外，历史上还有一部获得金棕榈奖的电影，同样以一个婴儿的命运为线索，那就是2005年比利时导演 Jean-Pierre Dardenne 拍摄的《The Child》。影片中，一对非常年轻的情侣生下一个孩子，两人都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于是男孩背着女友卖掉了婴儿。整部影片其余部分都是为了努力挽回这个错误决定带来的后果。那部影片渗透出来的冰冷、残酷和绝望感都绝不会出现在是枝裕和的作品里，因为婴儿转运站始终被温情所包裹。即便是犯罪题材，即便讲述的是一个本应或多或少有些惊悚的故事，但是枝裕和预先打消了几乎所有悬念，他保持着自我风格的本色，一点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多愁善感而害羞。向炫是釜山一家小洗衣店的老板，但生意不景气，又被黑帮盯上，不得已转而从事不太合法的贩卖婴儿的行当。他与在附近教堂里兼职的东秀串通，从婴儿保护舱中偷偷带走那些父母留下字条承诺之后回来寻亲的婴儿。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只有1/40的人会真的回来接走孩子，其他绝大多数没有被接回家的孩子却因此永远失去了被领养的权利。这也是为什么向炫相信自己所做的是一种善举，不是偷孩子，而是给他们更多的可能性。他身上有小商人的诡诈、失意者的悲伤，以及一颗前两者都无法掩盖的善良的心。他对婴儿的爱怜是不言而喻的，相较于孩子的妈妈素英，他更多更熟练地照顾孩子的起居。他似乎什么都会做，能修车门，会缝扣子，他又似乎有很多事做不好，家庭破裂，女儿疏远。跟着这辆破旧的面包车穿梭在韩国的城市和乡间，我们也逐渐意识到，这是一次像菊次郎的夏天一样，目的注定会落空的旅行。宋康昊看上去也有了些北野武扮演的菊次郎的意味，只不过他没有那么粗鲁，有的只是韩国电影中悲剧男主固有的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素英是个小太妹，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狠角色，有着悲惨的身世，靠出卖身体过活，
却从不抱怨。他还是个在逃杀人犯，被杀害的正是他生下的婴儿的父亲，一个黑帮团伙的头目，因为后者想要伤害孩子。他用强硬的态度来回应世界的冷酷，一路上故意和婴儿保持距离，以免分离时难以放弃。冰冷的心，直到遇到这个临时组建起来的小家庭，才逐渐融化。这部影片的核心是婴儿，而与其相关的所有线索都与素英的经历和内心世界绑在一起。这也让他成为整部戏中唯一存在的明显心理转变的角色，从他最初的愤怒和对抗，慢慢滑向柔情和彷徨。他演绎了几乎所有导演本人想要表达的观念，主导了影片最感人的场景，向临时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说了一句感谢你的出生。最后海进也将同样的感谢赠予了他。那是世界最悲伤的夜晚，因为那很可能是他们平生第一次获得爱的祝福。这也是最幸福的夜晚，5个孤独的灵魂通过彼此找到了一丝慰藉，这或许可以帮助他们获得一些继续面对艰难人生的勇气。我非常欣赏是枝裕和的这种处理方式，影片没有纠结于电影开始前所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枝裕和给出了明确的信号，让我们向前走，往前看。对于素英代表的母亲们来说，这尤为重要。这是一部非常概念化却不难理解的电影，延续了是枝裕和一直着迷的主题，令人感动的非传统的家庭关系。它剔除掉一个刑事案件中几乎必然会包含的紧张刺激，到了影片后半段，就连仅有的女警和这个犯罪小团体之间的冲突也被冲刷殆尽。我们只是单纯的陪着他们四处游走，就像他们也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也因此融入是枝裕和创造的这个怪异的临时家庭。不论婴儿转运站如何使用幽默，都没法像阳光小美女那样欢乐，因为它有一个严肃且沉重的多的内核。但只要跟随是枝裕和哼出的旋律，就能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另一种快乐。是枝裕和的影片一直都非常慢，婴儿转运站的节奏也确实略显拖沓。它强迫我们完整看完一段雨中车内的通话，甚至都听不到电话另一端的声音。在火车过隧道的时候，人物会时不时从屏幕上消失，只在黑暗中留下只言片语。在摩天轮的顶部，东秀轻轻遮住素英的眼睛，诉说带着爱意的安慰的话。就连最后本应最为惊心动魄的抓捕场景都异常的平静，背景中时隐时现滚动的钢琴和提琴配乐更加强化了上述场景的表达效果。当把这一切串联起来，便会发现节奏慢其实算不上一个缺点。善的反义词是冷漠，而具有人性关怀的道德永远高于法律，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触犯了法律的人却仍然被认为是好人。影片所讲述的故事和其中的人物都很难用好坏对错直接判断。女警官斥责素英，如果不想要孩子，为什么要把他生出来？而素英反过来质问他，生之前杀死孩子，难道比生之后抛弃孩子更高尚吗？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所有人的标准答案。是枝裕和试图在母亲的身体自主权和孩子的生存权之间找到一个伦理和心理上的平衡点。影片中每个人都来自破碎的家庭，素英孤身一人沦为妓女，东秀自己就曾是弃婴，却始终不愿承认被抛弃。小男孩海进也是弃婴，一心想被领养，但他已经8岁，过了被收养的最佳年龄。向炫是唯一有家室的，但妻子早已带着女儿离开了他。是枝裕和的影片似乎总喜欢让我们陷入两难境地，到底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是怎样的？是温暖还是冷漠？如果是温暖，为何会有如此多不幸之人？如果是冷漠，那么为什么人们又能学会彼此照顾？当然，是枝裕和有自己的答案。不论是无人知晓中生活在城市孤岛上自生自灭的孩子们，还是海街日记里同母异父的姐妹们，亦或穷困潦倒却有着自己道德底线的小偷家族，再或者如父如子描述的2个家庭和被错爱的孩子，每个是枝裕和式的家庭都在可爱的音符中化作一个温柔的拥抱。我们没办法选择自己的降生，如何出生，生在哪里，是否被人爱，能够被善待，但在是枝裕和的平行时空里，他笃定地宣称，我们应该善待彼此，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女警最终也加入到这个由一群陌生人构成的重组家庭。在一个下雨的夜晚，她让电话另一端的丈夫辨别他们曾共同听过的一首歌，并点名他曾出现在一部电影里。我知道那部电影的名字，它叫《木兰花》，歌曲是 Amy Mann 的 Wise Up。 在那部影片中， Julianne Moore、Tom Cruise 和所有其他人都在同一个夜晚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并念着歌词，期待着绝望的生活能够变得有意义。这与是枝裕和想通过婴儿转运站所表达的期望如出一辙。看似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能给这个婴儿更美好的未来，但实则他们也各自完成了自我救赎。这是是枝裕和的影片最迷人的魅力之一。原谅、成长、愈合以及爱的能力，在一些人眼中习以为常或微不足道的努力，我更愿视其为一种勇敢。是枝裕和的勇气还体现在他从来都不会建立乌托邦，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对那些不可原谅的决定宽宏大量，用一种我会陪着你走出来的温柔的力量，帮助摆脱世代相传的怨恨，耐心地开启一段旅程。他对牺牲和责任的探索总是深深根植于混乱的现实世界。凄美的而非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局如期而至，细致入微，苦乐参半。我永远不会因为从他的影片中没有得到惊喜而责怪他。我们是 Dr. Kupo， 下次见。